要你准备的东西，可备好了？启禀司马，都准备好了。郭大参不是说九郎君是获罪被贬来的吗？大参是说了，九郎君当殿开罪了军中，故此大王震怒，将他贬来了台州。那为何又要？大参还说要我等小心侍奉。这位郎君连开罪军中都不忌讳，程昭月之变，手持王教兵符孤身一人入孝慎大营，连同将主和下面的几镇指挥使副军头，一口气打了10几位军将的板子，立位夺军。他此番来台州，是来替大王收拾之前沈重月、高许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的。那司马刚才为何？我为何只说前面一句，后面的这些话都不说？动动你的脑子。沈虎子这几年在宁海忍了多少愤懑委屈，如今他攀上了九郎君的高枝，一飞冲天，以长史之姿重返台州，连我都被压过一头。咱们手里若是没有先拿得出手的硬东西，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？那岂不是要看着沈虎子一个人得意了？方才此处这些人，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谨慎之见。来了一个惯会折腾声势的九郎君还不够，如今又来了个败家之贼。哼！沈虎子自家便是声势之人，在睦州，在宁海，那是恶声远扬的酷吏。是。国家这是不要台州了吗？也是为他亲手所杀。九郎君这几月来，杀了2个知州，1个县令，参掉了几10个州县官。崔明府，魏司马，久闻明府曾随九郎君南征福州，欧阳宽之事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当时下官亲眼所见，一州之州如此草率行杀，合乎法度吗？九郎君当时行的是军法。军法行的是军法，看看这。原来如此，崔军追随九郎君日久，自是知晓郎君的脾气秉性，喜怒好恶，可有教于我等同僚吗？对。九郎君乃王室贵胄，虽然年轻，做事却不必烦难，亦不肯推卸责任，通下情，能决断。否则，南征福州，那是2国生死攸关的大战，大王也不肯将4、5万大军的粮秣辎重诸事托付于郎君。唉，苦也苦也，果真是狠角色呀！通下情，这是不肯垂拱而治的。能决断，这是说他敢杀人吗？对知州行军法，这分明是那帮裘拔武夫的乱政之行啊！吴越，日子不好过吧？蒙陛下垂问。去岁，国中遭了飓风，暴雨连日，道路、田地、房屋悉数毁坏，百姓死伤数以千计。我王深体陛下宽仁爱民之志意，不敢以共事之苟全而夺生民之休戚，故此有教于国中，倾府库之财，尽仓廪之机，广为赈济，并捐免全境钱粮1岁，使黎庶休养生息。然
我王视大国之心，效天子之诚，不敢稍加简易，遂依故事，竟银绢各10万两匹，为纯储有欠，见以杂色。臣代我王向陛下请罪。救援福州也花了不少的钱吧？回奏陛下，粤闽皆为汉臣，本有扶救之意。我王元敏既为保境安民，更彰天子威德，不敢以锱铢之力而弃臣手之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国中任何官职？回奏陛下，臣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慎温琪。这是个专管出使贡事的官吧？之前所任何职？回奏陛下，入元帅府前，臣为知温州军府事。也是一方牧首。你且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你家大王安否？蒙陛下垂问，我王身体康健。朕的右卫大将军安否？回奏陛下，九郎军征战福州有功，斩首70级，我王嘉赏其功，已迁为台州刺史了。朕没听错吧？你家那位小九郎斩首70级？想不到吴越连这位小九郎都派出大仗看人了。九郎君嘛，非常人非常事。如意公，如意公有礼，晚辈郭荣。申文琪见过大将军。九郎在信中对先生都有赞誉，诚以失礼待先生。荣与九郎虽无骨肉之亲，却有同袍之谊。九郎之事，便是郭荣之事。今日晚间，荣在藩楼正殿为先生设下一些便言，还请先生不吝赐礼。如遇先生远来，本当盛宴扫尘，可如今国家草创，百事艰难，荣等只能略备匪酌，以尽地主之谊了。先生有所不知，5日之前，陛下亲自下诏请求。今岁莫说国书不足，就连粮食都不够。如今不要说京中的宗室、公卿在职是相符，就连宫中的酒都禁绝了，只能以茶代酒，实在是怠慢先生了。世道艰难，本应如此。请。先生，请啊。东南富庶，即便是遭了灾，一时困窘，可是，在实用之事上，还是胜过中州百倍啊。若能增益往来，互通买卖，对于两地民生得以互济，这何尝不是一桩美事啊？吴越偏鄙之地，地狭民穷，物产不丰，恐无余裕以奉大国。如玉先生误会了，不是朝贡，
是通商，奈何道路不通，中间又隔着一个南唐为拦路之虎，虽欲往来，实在是有心无力呀。陆路不通，海路却是通的。我在想，若能够在莱州设一榷场，以三司抵调之，专营吴越往来的货役，不知可行不可行？赋税几何10税1。太高了1/10的税，还算高吗？如玉先生，朝廷财政艰难，所以说太高了。从莱州到京师，要穿越10几个州县，途经几十处吏卡。这还只是各州县地方所设的官吏，若是再加上那些未曾记在三司离册上的私兵少卡，怕是100、10处也不止啊。10成的货从莱州运抵京师，便已去了5成之多。如玉先生，末将有一事不明。小乙哥方才说要在莱州建榷场，那货物到了莱州地头，便应该在当地便转卖掉，为何要拉到京城？如今有能力做买卖，买得起这些大宗货物的，不是攀附权贵，便是自家就是权贵。而这些人大多都住在京师。请恕末将愚钝。来，刘先生，历来宗室出镇州郡，皆加刺史衔，约某州刺史。唯独九郎君来台州，却不是刺史，而是知州。诸君，可知为何？知州不是刺史吗？怎么是知州？这是为何？这不是成立。此乃王都丞相府的郭大参给本官写的亲笔信。信中说的明白，九郎君在王都闯了祸，搅闹朝堂，连大王都气病了。他此番来台州，是被贬来的。是被贬来的。这不像在国子之友。诸君可以放心了。一个获罪出之地方的宗子，若是敢要在台州治下声势兴风，本官第一个不答应。郭大参也不会答应，大王更不会答应。这我等就高枕无忧了。我等保境安民有功，就不怕，不能失礼嘛。要你准备的东西，可备好了？启禀司马，都准备好了。郭大参不是说九郎君是获罪被贬来的吗？大参是说了，九郎君当殿开罪了军中，故此大王震怒，将他贬来了台州。那为何又要？大参还说要我等小心侍奉。这位郎君连开罪军中都不忌讳。程昭岳之变，手持王教兵符孤身一人入孝慎大营，连同将主和下面的几镇指挥使副军头，一口气打了10几位军将的板子，立位夺军。他此番来台州，是来替大王收拾之前沈崇岳、高许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的。那司马刚才为何？我为何只说前面一句，后面的这些话都不说？动动你的脑子。沈虎子这几年在宁海忍了多少愤懑委屈，如今他攀上了九郎君的高枝，一飞冲天，以长史之姿重返台州，连我都被压过一头。咱们手里若是没有先拿得出手的硬东西，
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，那岂不是要看着神虎子一个人得意了？方才此处这些人，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谨慎之见。司马英明，二位请，二位请。哎呀呀，那好，如此便多谢两位都头了。下官一定。放肆！都头二字，咱们可应承不起。兄弟们都知道，中顺都只有一个都头，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。哦，哎呀，您瞧下官这张嘴，那便是前世的冤孽，平地里都能犯了九郎君他老人家的讳。下官回去一定把它撕烂了，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谢罪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！二位军头，请。都去。有空的话去我那边喝点老酒。好，感激不尽。好。好，你们干嘛了？啊？刚才那是人谁呀？啊，那个林海。啊！哎，临海魏国强。对，临海魏国强。什么临海魏国强？看清楚了，临海魏国强。哦，临海魏，给你俩下跪，还磕头，跟我见。咱们也回礼了吗？头儿，树皮绳子拴的大钱儿常见，杂色绸子时不时也能有些进项。真金亮银，没见过吧？他说什么了？说了很多。哦，说他当这个官不容易。啊，沈大夫在的时候不待见他，后来崔明府3天2头就得骂他一顿。还有，他现在这个官啊，是州里魏司马那儿求来的。谁知去年过年，他瞅着秋色，上的年礼薄了些，魏司马就挑了理，1年都没让他进前说话。对，还有他那个浑家是谢府的女史，也是个没用的，半句可信的话他也递不进去。说有用的，就为这些有的没的，他会平白给咱送这许多金子银子？说话，什么说话？这是每年说话。对，每年说几句话。哎，对，每年说几句话。每年几句？对。九郎君前每年几句？对，就是这个。他要什么？说了吗？这我记得。县城。祝县城。啊。祝县城。祝县。临海县祝县城出缺，他是想由临海县尉进魏县城。对。哪位是陆都头？副的。陆某是副都头。崔平府有请陆都头，随我来吧。
提举。提举。末将等请提举金安。起来吧。谢提举。郎君举荐，大王钦点，相府出闸。沈兄如今已是台州别驾。既然已经来到台州，何苦住在别家？对呀，要是村民府这房子不够住，咱们寨子里空房子多呀。就是简陋些，怕委屈了提举。是，主子。谁？林海卫，各将。这是送给你们的？啊，不是送给九郎君的。老都头，前厅歇息。付他。葛强任临海卫已有5年，局主是台州司马魏伦，县城朱元成上个月迁为宁海令，此人便四处奔走门路，想要补上县城这个缺。此人是个尴尬人，出身不高，养父是个游郎，原本姓谭，做了官之后又执意说自己姓葛，是鲍朴子的后人。生父身故的早，他的寡母和他被族中吃了个绝户。子嗣尚在，如何成了绝户？他的寡母原先做过婢子，生父夜宿别家，侍奉了一宿，次日便回转了。后来发现怀了身子，他的生父未及娶妻便过世了，房中却留下了2个庄子和一处铺面，族中自然不肯认他子嗣的身份。夺产除户，此人官声如何？那都没听过别的什么。如今这个县尉也是贿赂魏伦买来的，这不，如今又来买县城了。这别人的门路都在子谦这儿，他却别出心裁，寻到中顺都去了。此人不简单。10税一，太高了。杭州的博弈物便是10税一啊。杭州可以，台州却未必能成。阿坐。一者，谢三哥，杭州乃是吴越王都，前王自家就住在城里，有财力买船出海做生意的宗主，在朝中要么依附权贵，要么自家便是权贵。是，在宁海设博弈物的确比不得杭州，不过细细算来，便宜之处也不是没有啊。我来之前查了户部的价格库，王都每岁纳税造册的货物10成里有7成8都来自杭州博弈物。这些货物当中，留在王都就地发售的只有4成，其余6成都流向了王都周围的州县。这6成当中，东府占了3成，东府的这3成里，只有1成留在当地，其余2成都流向台州。至于明州，明州辖下各县，所有的店铺集市，挂的都是我黄龙岛的黄龙旗。山岳社全盛之时，有78处分号铺面，唯独在明州境内，一家都没有。我们不用给前王缴那1成的税，更不用上下打点那多出来的2成。山岳社的货，平白比我多出了3成的损耗，售价上便至少要高出1倍去。可现在没什么山岳社了呀。来，做生意要知己知彼，更要有自知之明。以黄龙岛的人力物力，掌控明州6县的货流贸易，已是吃力，再要贪心，那便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。
其实你与真娘的婚事若是得谐，两家人做了一家人，你说的局面也未见得全然不可为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真娘与你或许算得一家人，可黄龙社与前王却依然算不得一家人。除非你来做前王。阿舅和阿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阿爹当年欠了我阿娘一个名分，我阿娘如今想从我身上讨回来。那你呢？你怎么想？没意思。没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啊。其实，他们的意思我也能体谅得。这天底下，哪有不疼爱儿女的父母？只是你知道，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。你要是觉得心有不甘，此刻就可以跟我说出来。我为什么要觉得心有不甘？你记着，从我12岁开始，我心中惦记的是钱家九郎，不是什么吴越前王。你听好了，我不想做什么王后，因为我觉得没意思。其实，我阿娘也不想做什么王后，因为她也觉得没意思。那她都觉得没意思，为何还要阿舅来试探我呀？让她自家去做，她觉得没意思；可是她觉得让你我去做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。可是我觉得。他觉得让我做王后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，便逼着你我去做一件我们俩都觉得很没意思的事儿，这事儿特别没意思。哎呀，可台州怎么办呀？除了此处，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儿能借出来50万斛粮米。你求求我，快求啊！求你便有用了吗？